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2016年，一家杭州的媒体说，他买了14条鳕鱼拿去做 DNA 检测，结果竟然没有一条是真的。从几百块的高档银鳕鱼到10几块钱的普通鳕鱼，无一例外全都是假的。很快，网友又挖出一条12年的消息，某明星说自己买到了假鳕鱼，导致女儿拉肚子，拉出一大堆油脂。所以我们买到的鳕鱼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天天打广告的深海鳕鱼堡会不会吃出问题？如何选购鳕鱼？等等等等，一时之间大家都在讨论鳕鱼，但谁也说不清楚这里面的弯弯绕。其实早在20多年前，就有一个美国记者调查过鳕鱼，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，这是一条改变世界的鱼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。先说一种大家绝对想不到的明太鱼，你觉得它是鳕鱼吗？在东北几块钱、10几块钱一斤是这种无头的状态，在韩国馆子里10几块钱一盘都是这种小鱼干的状态，又小又黄，似乎和我们印象里又大又白的鳕鱼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事实上呢，敢往明太鱼身上插鳕鱼标签的，那都是专家级的奸商，因为明太鱼真的是鳕鱼，正式名称叫做阿拉斯加鳕鱼，也就是广告里说的来自阿拉斯加深海的鳕鱼堡。你是不是万万没想到，这里面加的竟然是东北明太鱼？太出乎意料了，就连生物学家最开始都有点懵，因为几百年来从来没人把明太鱼和鳕鱼往一块想，直到2008年，通过 DNA 技术才找到了鳕鱼家族当中这个失散多年的小兄弟，又认真审核了6年，直到2014年，明太鱼才正式回归了鳕鱼家族，成为鳕形目鳕科鳕属下的黄线狭鳕种。它主要生活在朝鲜以东、加州以西的北太平洋当中，喜欢在图们江的入海口产卵，也偶尔会进入黄海，来到鸭绿江附近。于是在朝鲜馆子里，它变成了一丝一丝的明太鱼干，在东北大街上，它变成了一坨一坨的鳕鱼块，还有高档的料理店里变身成了明太子，以及拱门快餐店里的汉堡包。这4道菜其实都是阿拉斯加鳕鱼、鳕鱼干、鳕鱼块、鳕鱼子和鳕鱼柳。再说一种大家也绝对想不到的鱼，法国银鳕鱼，蒜瓣肉，深海味，又白又油又高级，这简直就是我们心目中鳕鱼的标准形象啊！而且还卖得那么贵。但事实上呢，拿去验 DNA， 它并不是鳕鱼，就连产地也不是法国，而是印度洋上靠近南极的2座小岛。这2座小岛是法国的海外领地，所以出口的时候贴上法国国旗，让我们误以为这是来自法国的高级货。它和鳕鱼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完全是另外一个家族鲈形目的鱼种，属于鲈形目南极鱼科。打个不恰当的比喻，这就是淡水鲈鱼当年走失到南极的兄弟，结果没想到现在找回来了，变成了鳕鱼家的高级贵族。包括所谓的澳洲鳕鱼、新西兰鳕鱼、毛利鳕鱼等等等等，其实也都是这类南极鱼。还有一种高级货也不是鳕鱼，它是游形目狮子鱼的兄弟，相当凶猛，爱吃肉，就连鲨鱼都怕这些游形小王子。它们本来应该叫做裸盖鱼，结果摇身一变被标上了银鳕鱼的高级标签，卖相稍微差一点的换个标签黑鳕鱼照样卖。和明太鱼一样，也是生活在北太平洋，更靠近北极一些。台湾还有一种俗称海狐丘的小鱼，长这个样子，口感未知，但它其实是鳕鱼，而且是一种很正宗的热带鳕鱼。因为在远古的时候，原始鳕鱼就是生活在热带当中的，是后来因为环境变化，它们才集体跑到北极海底猫起来，长得越来越肥，长成了你印象当中这种又大又白的样子。所以生物学 DNA 有时候也是靠不住的，一块肥厚无刺的鱼肉摆在你面前，口感、营养价值、性价比可能比它体内的鳕鱼 DNA 要更加的直观。这也就是为什么14种鳕鱼当中没有一种是真正鳕鱼的原因。真鳕鱼有时候长得真不鳕鱼，反而是裸盖鱼、南极鱼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鳕鱼审美。那这样的话问题又来了，既然裸盖鱼、南极鱼都卖到好几百一斤了，难道这个价格就真的买不到一小块真的鳕鱼吗？感觉上真鳕鱼也并不是很高级的东西啊，在欧美这都是超市货而已，怎么到了中国就要用昂贵的裸盖鱼和南极鱼来冒充呢？这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。
时间回到1亿年前，当时还是恐龙称霸的白垩纪，但在看不见的水下呢，其实还有一群黑帮正在漫步，他们正是鳕鱼。科学家们推断，大概在 1.2 亿年前，鳕鱼就已经进化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背上的鱼鳍分开，变成2个或者3个，臀部的鱼鳍也变成2个独立的单元。这种形态并不适合游泳，和金枪鱼那种血肉炮弹完全不一样。鳕鱼不追求速度，而是追求稳定性。一大群鳕鱼聚在一起，贴在海底前进，就像行军蚁一样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留。他们那个大嘴总是在不停地嚼啊嚼。那个时候古地中海还是热带，他们就在这片海域当中称王称霸。但后来呢，随着板块漂移，他们一部分被赶到了现在的大西洋当中，另一部分被赶到了太平洋当中。太平洋的鳕鱼慢慢变小，变得不那么黑帮，一部分成了阿拉斯加鳕鱼，也就是朝鲜的明太鱼东北的鳕鱼，还有一部分成了太平洋鳕鱼，大概长这个样子，在东北菜市场里叫大头鱼或者大头星，或者高级一点叫做水鳕鱼。而大西洋的鳕鱼呢，依旧保持着他们祖先的黑帮阵型，在海底横行霸道。他们喜欢各种冷暖流交汇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的食物丰富，他们吃得多长得快，随随便便就能活到25岁，长到1米多长。雌鱼每次可以产卵500万个，卵孵化以后70天之内就能长到40倍大。传说当中，欧洲渔民不止一次捕到过2米以上的大鳕鱼，而即使现在也都有这种 1.5 米长、47公斤重的巨大鳕鱼被捕获。渔民们都说，你扔个铅坨子下去，鳕鱼它都会咬钩，甚至在密集行军的时候，就连小鳕鱼的幼崽都不放过，不停的狂吃。这种密集鱼群现在已经看不到了，但是柳芬兰渔场曾经有一个绰号，叫做踩着鳕鱼背就能上岸的地方，这绝对不会太夸张。所以这些密集阵型的鳕鱼，在碰到他们唯一天敌人类以后，会是什么结局呢？没错，就像我们前面聊过的大黄鱼一样，中国人把东海里的大黄鱼给捕光了，而欧美人把整个大西洋的鳕鱼都捕光了。所谓的正宗鳕鱼呢，其实就是专指这种大西洋鳕鱼，这是欧美人的情怀，不是多少钱的问题。每年按配额捕捞，欧美人民都不够吃，能出口到中国的当然就少之又少了。比如有一种叫做格陵兰鳕鱼的极品鳕鱼，会有专门的因纽特猎人在北极捕捞它们。通常鳕鱼体内有一种抗冻蛋白，能够让它在冰水当中生存，而一旦捕捞上来了，这种蛋白就会失效，整条鱼会立刻结冰。这种自体速冻的现象被欧美人认为是极品鳕鱼的一个标志，在传统的纽芬兰渔场、芬兰渔场、北海渔场都是不常见的，但在格陵兰非常常见，上岸10分钟就能变成天然冰鲜。因纽特渔民会把这些鳕鱼卖给渔业公司，然后其中一部分在鲁克港上船，再在丹麦境内中转，由苏伊士运河运到中国的青岛港，全程大约33天。这些鳕鱼在青岛进行加工，去头去尾去刺，包装成半成品，再返运回欧洲售卖，只有极小一部分能够留在中国。这种全球化分工一来一回大约2个多月，而如果北极航线能够开通，路程和时间立刻缩短1小半。这样看来，是不是突然就懂了，有些北极国家内心其实正盼望着全球变暖呢？不扯远了，欧美人的鳕鱼情怀还和他们的宗教有关。时间回到中世纪，90%的人吃着粗糙的黑面包，一切肉类都是奢侈品。宗教成了生活的信念，所有人都无比的虔诚。但是就在西班牙的北部，却有一群不一样的神秘种族。他们长着黑色的头发，红色的面颊，高高的鼻梁，穿着古怪的服装，说着全欧洲人都听不懂的古老语言，擅长航海，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尤斯凯蒂，而周围的欧洲人呢，则把他们叫做巴斯克。传说巴斯克人在海外有一个秘密基地，他们把鳕鱼干从那里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，价格便宜，几乎供应了整个欧洲的肉食，尤其是星期五。为什么是星期五呢？原来中世纪的教义规定，斋戒日不得吃肉，星期五是耶稣受难的日子，所以是斋戒日，不能吃肉啊。再加上大斋节和五花八门的宗教节日，一本日历看下来，当时欧洲人竟然有大半年是不能吃肉的。
但是法外开恩，良心肉还是可以吃的，而鳕鱼呢，恰好是良心肉。再加上巴斯克人的鱼干工艺，用盐腌制，可以让鳕鱼干保存好几年，非常适合运输。于是每逢星期五，巴斯克人就能大赚一笔。但要问他们，你们的鳕鱼从哪里捞的？那他们一定会操着一句古老的巴斯克语跟你说：“上帝拉你。”这样一直过了好几百年，直到1840年代，欧洲各国的探险家都开始出海，想尾随巴斯克人找到那个鳕鱼渔场。然后2封信件浮出了水面。历史学家们在哥伦布的遗物当中发现了这2封信。第一封信是英国商人写过来的，信件日期是1492年，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。哥伦布已经成了大众明星，但信中很不客气地说，你应该清楚，我们这些英国商人比你更早到了美洲。整封信就像一个大哥在教育小弟，让哥伦布低调，你的黑材料还被抓在别人手里了。果然，第2封信直接把黑材料给抖出来了，写信的还是这群英国商人。信件日期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3年以前。这群英国商人正在信件当中讨论，他们尾随着巴斯克人绕过了北海渔场，眼睁睁看着他们向大西洋的深处航行。英国商人们冒死跟随，在大约1个月以后，发现了一片全是礁石的大浅滩，那里有无穷无尽的鳕鱼。收信人本来应该是一个意大利商会的领袖，但鬼知道这封信怎么跑到哥伦布的遗物当中了，鬼又知道为什么2年以后哥伦布就发现了新大陆。看来哥伦布还是很讲究的，因为从历史上来看，他并没有出卖这个鳕鱼渔场的秘密，而是公平交易，荣誉归探险家，但赚钱的秘密依旧归你们这些商人。这年英格兰国王出来砸场子了，他也派自己的探险家去找新大陆，顺便戳穿鳕鱼渔场的秘密。35天以后了，探险家来到了那片布满礁石的浅滩，也看到了无穷无尽的鳕鱼。于是他就宣布，这里是英格兰国王的领土，叫做新发现的土地纽芬兰。接着探险家追着鳕鱼往南航行，发现了一整片布满鳕鱼的海岸。于是他再次宣布，这片海岸和大陆都是英格兰国王的领土，叫做新英格兰，这也就是最原始的美国前身。后来新英格兰的渔民把鳕鱼当成神，甚至还说大海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鳕鱼，那都是因为耶稣的慈爱，他曾经捧起过鳕鱼，让它大量繁殖，供养弥撒。后来圣诞老人也想这么做，但他的手太烫了，把鳕鱼吓跑了。他的大拇指和食指在鳕鱼身上的2侧各留下了一道黑线，所以就有了今天的黑线鳕。至今很多西方渔民都只吃黑线鳕，而不吃大西洋鳕。追问他们原因呢，他们会说，我们可不吃钱。没错，大西洋鳕就是金钱。刚刚来到新英格兰的渔民在美洲劳动，把大西洋鳕做成鱼干运回欧洲，源源不断的鳕鱼让英格兰数钱数到手抽筋，一步步就成了那个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。而同时呢，新英格兰的渔民虽然利润微薄，但也渐渐积累起了最原始的资本。于是有一天，新英格兰渔民送来了1000条鳕鱼和一封短信，上面写着，我们认为英国法律以四海为界，并没有延伸到美洲，美洲百姓在英国国会没有任何代表，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贸易应该受到英格兰法律的限制。这简直是翻天了呀！果然不久以后，美国独立战争就爆发了。就这样，一条鳕鱼让英格兰变成了大英帝国，也让新英格兰变成了美利坚。另外，大英帝国的没落竟然也和鳕鱼有关。这年，冰岛人民终于独立了，但是冰岛是一座火山岛，什么都没有，就火山多。那冰岛人民想要致富，就只能靠鳕鱼了。因为几百年的过度捕捞，纽芬兰、新英格兰的鳕鱼都已经快绝种了。这会儿只有冰岛海域还有大量的鳕鱼。但是眼看着2战结束，那帮英国人又来了，他们开着大马力的渔船在冰岛周围拖网刮地皮，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，冰岛的鳕鱼怕是也要绝种了。那以后冰岛人可吃什么呀？不行，必须反击。于是冰岛人就开始琢磨英国人当年发明的一个概念，叫做领海。领海也就是专属于这个国家的海洋，别的国家是不能随便闯入的，就跟领土是一样的。但当时呢，领海的宽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，
英国曾经主张各国以海岸大炮的射程来划定领海，但各国呢通常只有3海里左右的射程，而大英帝国的射程22海里。于是1949年，冰岛人说我们的大炮升级了，领海扩充到4海里。英国人一听就怒了，这是大炮的问题吗？你怎么就不懂事儿呢？然后叫上法国、比利时准备收拾冰岛，贸易制裁。冰岛人其实也早就有准备，下家早就找好了，意大利、葡萄牙，这都是把鳕鱼当国菜的国家呀。甚至还有美国，这可是新兴的霸主啊！英国老大哥的面子还是很重要的，虽然贸易制裁的威力有限，但绝不让步，一直和冰岛耗到了1935年。然后冰岛人一刀子就捅到了大哥的腰子上，他竟然跑去和苏联签署了贸易协定，整个欧洲都慌了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各国一顿调停，英国老大哥总算找了个台阶，同意了冰岛人的4海里的诉求。刚过没几年呢，冰岛又宣布领海从4海里扩充到12海里，9月1日生效，各国渔船必须无条件撤离。消息一出，各国渔船也都纷纷撤离了。但大英帝国可怎么办呢？大哥的脸还要不要啊？于是英国出动53艘战舰，7000多名士兵跑去冰岛保护渔船。冰岛总共就7艘带炮管的小艇，也是拼了，全部开上去，谁怕谁呀？二话不说就一个炮弹轰过去，落在了英国战舰的旁边。女王战舰上的英军都懵了，这到底能不能还击啊？这边还在对峙呢，那边谈判桌上，冰岛外交官也威胁冰岛要退出北约，还要驱逐岛上的美军。这又是捅腰子的攻击啊！因为冰岛可是美军监听苏联核潜艇的前哨基地。于是各国又出来挑衅，冷静冷静，兄弟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终于在1961年，英国又找了个台阶，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各国领海都扩充到12海里的提案，冰岛人民再次胜利。10年以后，冰岛再次单方面宣布捕鱼限制区扩充到50海里。结果英国老大哥这次上来就怂了，只敢跑去国际法庭那里闹腾。冰岛人一看是乐呵了，给我把炮艇都开上去，天天炮击警告，还直接用切割机跑上去切断英国渔船的拖网。直到有一天呢，一不小心，一艘冰岛小艇撞上了英国战舰，冰岛船上的工程师在抢修的时候竟然触电身亡。这下事儿大了，阵亡事故啊！冰岛人民瞬间雷神附体，一艘叫做索尔的冰岛炮舰逮住英国舰队当中那艘最大的拖网渔船，连续开炮，一直追出去100多海里，最终将英舰俘虏。上岸以后还要求英国赔款5000英镑。英国人彻底懵了，美国人也在旁边帮腔，不就是几条破鱼吗？就那么稀罕你那个炸鱼薯条吗？真的是日落伦敦城啊！不得已，英国把本国的军舰全部召回，默认了冰岛人50海里的禁渔区。刚刚过了1年，冰岛人又说禁渔区要扩充到200海里，英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你这是要反了呀！一时冲动，英国直接和冰岛断绝了外交关系，这也太伤和气了。大家都是北欧众神的子孙，搞成这样可不好。于是整个欧共体都出来调停，但是冰岛和英国谁也不让步。调停到最后了，欧共体心一横，行吧，我们把协议签了，以后全球各国海洋经济专属区都是200海里。这就是3场鳕鱼战争。再回想一下16年欧洲杯冰岛对阵英国，是不是瞬间就懂了那场球的火药味为什么就那么重？是不是也懂了三喵军团在战败以后的那种落寞？真的时代不一样了，大哥早就该谢幕了。这就是欧美人的鳕鱼情怀，1000多年前他们就开始吃巴斯克人的鳕鱼干，最地道的鳕鱼至今都是这么加工出来的，用大量的盐巴脱掉水分，风干保存。这种鳕鱼干里面几乎不含有脂肪，95%以上都是蛋白质。后来呢，冰箱发展了起来，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强盛，用冰鲜的鳕鱼制成的炸鱼薯条也就成了英国的国菜。而现在呢，传统的新英格兰渔场早就没有鳕鱼了，加拿大也为了保护鳕鱼彻底关闭了纽芬兰渔场，仅存的鳕鱼产地也就只有冰岛和格陵兰了。每年捞上来的鳕鱼都有配额，算好了刚刚够欧美人解馋，所以想要在中国吃到正宗的大西洋鳕鱼，这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这样看来，那些裸盖鱼、南极鱼被欧美人叫做鳕鱼，也算是情有可原。他们真的很怀念过去的时光。有多少渔村因为鳕鱼变成了帝国，又有多少帝国伴随着鳕鱼一起沉沦？最后，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传说中吃了会漏油的假鳕鱼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把现在市面上你可能买到的鳕鱼全部罗列出来，我们得到了大概这样一张图表。鳕形目鳕属的品种一共有4个，这才是 DNA 上的真鳕鱼，我们都介绍过了。大西洋鳕、格陵兰鳕我们基本是买不到的，但明太鱼和太平洋鳕还是非常多的。太平洋鳕鱼肉有点松散，但非常适合炖土豆。再就是黑线鳕，这个也提到了，圣诞老人抓过的鳕鱼，中国不常见。鳕科当中还有哑鳕，尤其是波罗的海的哑鳕，极品。再往下是无须鳕科，主要有欧洲无须鳕和澳洲无须鳕。虽然不是最正宗的鳕形目鳕属，但也算传统欧洲认可的一种鳕鱼，地中海有产。还有一个叫做鼠尾鳕科，这种鱼长得很恐怖，在市场上号称俄罗斯深海鳕鱼，或者冒充自己是太平洋鳕鱼，叫做水鳕鱼。其实它的俗名应该叫做鼠尾鳕。还有一个扁鳕鱼，长得和比目鱼一样，在中国市场有卖。再往下是游形目和鲈形目的裸盖鱼和南极鱼，这个我们前面都聊过了。而鲈形目下面呢，还有一个蛇青科，这也就是传说中吃了会漏油的鱿鱼。它们的油脂是人类无法吸收的，怎么吃进去就会裹挟着肠道分泌物怎么流出来，真的是不知不觉的流出来，一直流到脚踝上，大家千万不要尝试。在欧美已经明令禁止食用这种鱿鱼了，它主要被用来制作工业润滑剂。前面我们聊金枪鱼的时候也提到过它，它不仅被拿来冒充鳕鱼，还会被奸商叫做白金枪。还有更过分的奸商，他们把鱿鱼的狰狞外表包装一下，叫做龙鳕鱼，变成高档货，卖之前还悄悄告诉你龙鳕鱼治便秘，千万别上当，漏油和便秘是两码子事儿。就在前几天，我们刚刚聊完大黄鱼，就有新闻报道东海的大黄鱼回归了。那欧美人整天盼望的鳕鱼群还会回归吗？西方媒体说还有15年，我们就将吃光海里所有的鳕鱼，但渔民们却坚信鳕鱼一定会回归。在鳕鱼调查的过程当中，6位美国记者来到了纽芬兰，他看到了渔民们都在谈论鳕鱼回归的计划，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精心的打包起来，还在不断的养护。他们都相信总有一天鳕鱼会回到这个地方，工厂将再次开启，一切都会重新回来的，鳕鱼将再次陷入脱网，他们将继续和鳕鱼搏斗。但是记者没忍心说出自己调查的真相，关于鳕鱼，大自然也许有不一样的计划。因为生物学家们发现大西洋鳕鱼已经开始进化，进化的越来越像太平洋鳕鱼，不再那么肥厚巨大，而是变得头大尾小，越来越像明太鱼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夫人说，原来小时候街边上卖的鳕鱼冰坨子叫做阿拉斯加鳕，这么高级啊。